走吧，这是我给你们最后的工作。可是，你今天仍然是我上宫局的人，可不能不听命令啊。是。走吧。小福姐，你快劝劝小凡姐吧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跟大伙儿一起去上师局呢？我不想看着张少公一个人去承担责任，你跟着他去送死，这也于事无补啊。你放心，姐姐不会有事的。你以为安乐公主她会救你吗？我们是奴婢，主子们才犯不着为我们自找麻烦。我相信安乐公主，她是个明白事理的人。此事因她而起，她不会让驸马胡作非为。我只是担心他们夫妻又起波澜。小凡姐，你现在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呢，还是先担心我们明天是否能过得了吧？参见驸马爷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驸马爷的百鸟裙是由奴婢一个人缝制的。你是瞧不起本驸马吗？不是，裙子出错，奴婢罪该万死，任凭驸马爷处置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把他给我带出去！是。驸马爷，孟凡，此事跟张上公无关。缝制百鸟裙的是孟凡。孟凡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赶快走啊！张上公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驸马爷，上宫局缝制百鸟裙的羽毛材料，跟驸马爷府送来的材料无异，请驸马爷明鉴。分明是你们上宫局的人偷梁换柱、中饱私囊。既然你是缝衣女工之一，你便也有嫌疑，把他一起给我押回去。是。孟凡，驸马爷。公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人以此充好欺君犯上，仅凭你的一面之词，就可以随便动我的人？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公主吗？公主，我可是你的驸马，你情愿相信这个奴婢的话吗？我就是不相信你所说的话。有本事，跟我到父皇面前评理去。去就去。如此说来，你们两个皆有道理。父皇，驸马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言？无凭无据，就一口咬定是上宫局侵吞了那些宝物，区区几根羽毛就值3万两吗？公主此言差矣，采购百鸟裙羽毛的账单都在这儿呢，总数3万两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这种账本凭空捏造，又有何难？公主久居深宫，自然无从得知米珠新贵。你是在说我不识民间疾苦吗？全儿不是这个意思。公主肯委身下嫁全儿，足以证明公主慧眼识珠。王爷，既然公主以下嫁令郎为妻，你总是这样犬儿的一声声唤，这对公主是种羞辱。这只是本王对妻下的谦称。皇后娘娘又何必为了偏袒公主而故意刁难老臣呢？我偏袒公主？我何时偏袒公主？那就该依理论据，依法论罪，不是吗？还要上宫局赔我那3万两。你本来就是冲着那百宝香炉的3万两，故意妄生事端的。那百宝香炉刻日即可完工，跟此事又有何干系？你好不要脸呢你！稍安勿躁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大动干戈？皇后，你认为如何解决此事？哎呀，他们现在各执己见，
我看一下子是决定不下来了。母后，孟凡他们是无辜的，千万不能治他们罪啊！可犬子已经花出去了3万两，这可是确确实实的呀。请皇上定夺。花了又怎么样？难道你要父皇从国库里面赔你们吗？别吵了。此事容朕再细加思量，明日再请定夺。公主，别生气了。我就是看不惯武重训父子欺人太甚，更何况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人来为难你。公主，你放心，父皇和母后最疼爱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皇上，是不是还在为难呢？一个是朕爱你，一个是两朝重臣，你叫朕如何是好？哎呀，要是偏袒公主，一定会招人话柄的。再说武三思父子在朝中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这件事情要是安顿的不妥当，一定会后患无穷的。可是果儿的性情你也知道，他从小就是寸土不让，滴水必争。这次如果不依他，只怕麻烦将会不断。朕如今是左右两难。皇上，既然是左右两难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出去。如何抛出去？张建之、崔玄伟、袁术己、敬辉、桓延范等5位大臣，都跟武三思早就不和了，而且之前还因为修筑河道的事情跟他争执不休呢。你是想？启奏父皇，河北赵州都督上奏，突厥那边正在……皇儿稍待。古语云：“攘外必先安内。”如今冯至百鸟群之事在宫中闹得沸沸扬扬，朕决定先平息这场小风波。上宫局之内，如真有人偷梁换柱、欺鱼犯上，若查证属实，定当严惩不贷。至于驸马所损失的这3万两，朕决定先由朝廷挪用修筑河道的款项，用于赔偿。这怎么能？切除隆恩！万万不可！父皇，黄河泛滥成灾，黎民百姓的性命危在旦夕，修筑河道的公款绝不可减。请皇上三思。太子此言差矣。所谓修桥筑路，非10日半月之功。皇上抽调的只是其中少少的一部分，不会扣减不发，不会耽误工期的。难道梁王要为了一己私利，置黎民百姓的生计于不顾吗？正所谓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后宫不安，何以定邦安？皇上此举，那可真是大智大慧啊！敢问梁王，缝制一件女裙，何以用得3万两之数？这些奇禽异鸟的羽毛，那都是从塞外南疆高价采买，弥足珍贵呀！有账目为证啊！王爷，那可有支款凭据？可有收款证人呢？小儿说的话便是凭据，他本人便是证人。梁王，那就请把百鸟群交出验证，以消众虑。伪冒之物早已销毁，以免玷污了各位的慧眼嘛。那岂不是死无对证啊？如何让朝中上下信服啊？
是啊，说的对。你们想以下犯上，对皇上的圣裁有所质疑吗？禀皇上，若然有人存心欺骗，才是以下犯上，此罪当诛。哼，赔款一事，还请皇上三思。请皇上三思。你们，众爱卿，稍安勿躁。皇上爱民如子，当然知道修筑河道的重要性。可是，谕旨已下，这赔款的事情呢，又不能就此作罢。我看这样吧，本宫呢，给5位爱卿3天的时间，来证明百鸟群的价值。如果3天之后还没有证据，那就按驸马所言，赔款3万。皇上，你看如何？好，就这么决定。真是岂有此理！百姓正水深火热，怎么可以为了一条裙子削减修河的款项？我定要找到武三思父子敛财的证据，绝不会让他们鱼肉百姓。太子息怒。太子如果想继续为民请命，那就必须要先保住自己的平安了。天地自有公道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武三思他权倾朝野，排除异己，又迫害忠良无数，太子还是小心为上了。这个我当然知道。母后何尝不是为了避免跟武三思起冲突，借调用修河款项为由，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我和5位前朝老臣？太子既然已经知道皇后的心思，却为何还要这样自踏圈套呢？不管母后真正的心意如何，倘若赔款之事会伤害到黎民百姓，本太子绝不会置之不理。孟凡，郡王爷，奴婢参见郡王爷。免礼。谢郡王爷。你正在收拾东西吗？因为百鸟群的事情尚未解决，所以张上宫让我们暂时停工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查清此事。这事竟然把社稷大事也牵扯进来了。庶民的性命向来都是当政者的棋子，如果为上不仁的话，百姓想要过上平安的日子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当日驸马交来鸟语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跟我们提及过价值如此不菲。但是当公主让他交出百宝香炉的时候，他就来诬告我们上公局，说这羽毛价值3万两。谁都知道驸马不忿，被公主戏弄，想借百鸟群一事捞回巨款，现在就是苦无证据，他们才可以任意妄为。我这次来找你，就是希望你可以帮我。我？百鸟群虽已被毁，但不知上公局还有没有剩下来的材料？没有。不过，驸马那天离开的时候，从那条裙子上掉下一些羽毛。只有这一个羽毛。有了这根羽毛，说它是取自哪里都可以。说它是取自哪里的都可以吗？对啊，说它是取自哪里的都可以。不过一根羽毛又太少了，根本就不能证明那是从百鸟群上掉下来的。五位爱卿，3日期限已过，可找到任何证明裙子价值的东西啊？启禀父皇、皇后，证据已找到，证物在此。真的吗？快呈上。
这是什么呀？啊？回皇后，这些就是驸马送到上宫局的鸟语。怎么可能？那些鸟语不都用在百鸟群上了吗？只因安乐公主近日玉带渐宽，百鸟群比原来缝制的要来得细小，因此各项材料均有余备。皇上，安乐公主最近确实消瘦了许多，有许多衣裙都要命人重新制作。即算如此，那也不能证明这些盛在堂上的羽毛是驸马送去剩下的。可上宫局制度严谨，每根羽毛都有注记，每日计收。果然有。皇上，即算是有剩余的，这些羽毛应该送还驸马府，怎么还留在上宫局中啊？驸马当日到上宫局验收百鸟群之时，剩下的羽毛已经准备好奉还，可是驸马一气之下便拂袖而去，所以上宫局才留有这些羽毛。若梁王仍有疑虑，大可拿出百鸟群对证。裙子一毁，拿什么对证啊？王爷既然没凭据，朕也是爱莫能助了。皇上，采购羽毛的账本便是凭据啊！哎呀，该是这驸马经验不足，让那些奸商以猎货骗财。启禀皇上，采捕者托山野之人，实在是难以追究。龙基，所言甚是啊！这，皇上，圣言既出，若是诏令西改，那将有损圣威呀。放心，这钱总是要赔的嘛。五位爱卿，你们认为应该赔多少？皇上圣明，经工匠鉴定，这批鸟羽仍算是中上之品，再加上驸马精心采购，实有劳苦之功啊。臣认为赔款可达300两。什么？300两？是为300两。皇上，就请父皇从修筑河道的工程款中拨拔此数，作为对驸马爷的赔偿。你们准奏。你们是何起火来欺负老夫啊？你们这可是皇上的旨意，莫非梁王想以下犯上，对皇上的判断有所怀疑是吗？王爷，赔款之事已定，还不谢过皇上吗？谢皇上。平身。张上宫，事情怎么会突然出现转机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太子他们找到什么证据了，证明那条裙子只值300两。那我们还要不要再去上市局啊？你就知道吃。我是比较喜欢吃，可是我也是真舍不得张上宫啊。张上宫，既然证明我们上宫局无罪，那要不我们都留下来吧？对啊，上宫局是否会被再追究，谁也说不准。更何况，我已经拜托冯上师安排好了一切，你们赶快到上市局去吧。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？真舍不得。对啊，以后再也不用管你们几个笨丫头了，我才乐得轻松呢。
这几个香囊你们留着做纪念吧。是您亲手做的吗？好香啊！谢谢张上公。这是我们几个的小小心意，请您笑纳。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张上公对我们的谆谆教诲，让我们受益匪浅。您就有如我们的老师一样，奴婢们无以为报，请恕我们一拜。哦，孟凡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也只是尽我的职责而已。不过，我看这绢帕上的绣工，我还是没有把你们带好啊。把你们调到上10局，真的做得太对了。走吧，时候不早了。张上公，我们一定会记住你的教导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都是乖孩子，希望你们以后一如既往的乖巧努力，别去了上10局就被赶了回来。我们一定不会丢上公局的脸。张上公，走吧，乖，快走吧。孟凡，郡王爷，奴婢参见郡王爷。我还说为什么在上公局怎么也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在这里。张上公已经安排好我们离开，明天我们就会去上10局报道。是吗？你也不用太过失落，虽然在上公局中不能够天天相见，但是在宫中总会有再会之时。奴婢明白，谢郡王爷关心。应该是我谢你才对，若不是你想到随便找了一些羽毛，硬说那是武重训拿来缝制百鸟裙的羽毛，恐怕赔款一事也不能完满解决。该是奴婢向郡王爷道谢才对啊！如果不是郡王爷和太子群臣献策，上公局也不可能脱离窘境，那奴婢也逃不过人头落地啊！如此说来，本王倒是对你有救命之恩了。正是，奴婢实在无以为报。我只是说笑而已，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奴婢也是说笑而已。今天鸡蛋大小怎么不一样？姑姑，对不起，奴婢拿货的时候不小心看漏了眼，我还以为是差不多大小的。宫中只有生与死，没有对不起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就因为差不多这3个字丢了性命？奴婢知错了。长记性，才是在这里的生存之道。为了让你长记性，今天你一个人去砍柴。是，多谢姑姑提点。我们到了。哇，以后在这里就不愁吃了。哎，你疯了？这里的东西是你吃的吗？小心吃出祸来。哦，我们进去吧。请问谁是长善？
我就是这里的长善。你们是被派到上食局的人。啊，奴婢是小鱼，奴婢是丹华，奴婢是孟凡。哦，你就是孟凡。知道上食局是什么地方吗？是掌管宫中药材和饮食的地方。何止是掌管饮食和药材的地方，也是掌管我们大家命运的地方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食物可以影响人的心情。如果皇上吃了龙颜大悦，大家运气好的话，可以得到赏赐；相反，可能会是人头落地。大家都听到了吗？果然是侍奉过先皇的人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怪不得你们永远都走不出上食局。不过，这都是你过去的事了。你务必记得，这里有这里的规矩。奴婢知道，无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，请姑姑放心。好，那你们先去洗碗吧。是。还有这些。哎，小磊，皇后要吃的绿豆汤做好了没有？那汤刚刚才做。怎么刚刚才做？我不是早让你预备了吗？姑姑，刚才那锅绿豆汤不小心打翻了。哎呀，你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绿豆怎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煮得稀烂？你，云霞姑姑，我有方法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将绿豆煮得稀烂。你有方法？我提醒你，这做的食物都是给皇上皇后吃的，弄不好随时会人头落地。请姑姑相信孟凡。姑姑，现在司马也只能当成活马医了，再说下去，我们都会受惩罚的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你有什么方法？跟我来。首先呢，将绿豆放在铁锅中炒，然后再煮，这样就可以把绿豆煮得稀烂。不过要注意，绿豆不能炒焦。好了，好，现在加入水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秘诀的？因为我平时喜欢做饭，所以呢，时常请教别人。对啊，小帆姐还知道做肉的时候呢，包括一些坚韧的肉类时，加一些醋可以使其软化。哎，还有，小帆姐还知道煮咸肉的时候，把弄了紫孔的核桃加进去一起煮，可以消除咸的臭味儿。还有在下面的时候，在锅中加少许的盐，煮出的面不易烂糊。行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要想在这里立足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里的人没一盏省油的灯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围在这里了，都去忙自己的事吧。是。你们回来啦？丹
繁华，听说陈公公在宫外帮你买了盒胭脂，哎，给我看看吧。啊，你们个个都怎么了？小凡姐，你到底是装出来的，还是真的这么镇定啊？有什么事啊？小凡姐，难道你就不担心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吗？昨天你帮了云霞姑姑一把，可她却丝毫没有感谢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以后日子照样过啊。运气好的话呢，天天依旧吃喝睡觉，直到老去死去；要是不幸的话呢，担心也没用啊。有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，只要你对姑姑多一点奉承，多说一点好听的话，那么你以后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啊。娟儿说的对啊，以后你的命运啊就在她的手里了。但是她又看着你碍眼，你总不能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？我呢，虽然没有见过什么风浪，但我这叶轻舟啊，也不至于会翻在阴沟里的。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！你回来了，小福姐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你们东宫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小鱼，你就知道吃。哎呀，我其实也不想说这个，只是现在习惯成自然了，所以就说了。让我来说吧，孟福啊，你赶快劝劝你姐姐，让她不要跟云霞姑姑作对啊。我没有跟她作对，我是被她针对。这话也不是这样说，只要你对云霞姑姑好一点，那我们以后也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好了好了，以后呢，我们姐妹们要一条心，不管谁有事，我们都不会开心的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去洗澡，走。好，走吧。哦，来，坐。看来是要我为你解开心结才是啊。哎，你不会像我一样平白无故的被人家针对吧？我们两姐妹果然是血脉相融，同病相怜，连遭遇都差不多呢。这证明你不是庸才呀，应该高兴才是啊。不遭人妒是庸才，他干嘛要妒忌我？他？谁呀？不会是太子殿下吧？他不只针对我，他还针对整个府里上上下下呢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呢？一个男人郁郁不得志，自然脾气大，何况他又是太子，皇上皇后又对他冷淡，你呀应该担心他才是。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不高兴啊！要我服侍一个不得志的人，万一我跟他一样都变得不得志，那怎么成？姐姐，你明白吗？或许明天你又会被调回宫中呢，谁说得准啊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之前我是服侍皇后娘娘的，之后突然又被她调去服侍她不喜欢的人，你说这证明了什么呢？如果给我选，我宁愿像你一样在上食局受气，起码你还能服侍那些前途光明的人啊。我如果一直待在东宫的话，我不甘心呢，我不甘心。世事多舛，干嘛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烦恼呢？你看看我，本来呢是要调去守陵的，可现在呢，我们姐妹俩坐在这里聊天啊。你呢，才被调到东宫没多久，也许皇后娘娘改变了主意，又把你调回来了呢，这都说不准啊。又或许皇后娘娘对太子改观，也许哪天你就跟太子成亲了，你呀就成为国母了，这也说不准啊。姐姐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才没有这样想。哎，想不想在你自己，只要你觉得有可能，那万事都有可能啊。
姐姐呢，送你一支发钗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谢谢姐姐。哎，我帮你。各位姐妹，你们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孟福，姑姑，今天这些你都不用干了，你就负责砍柴。可是这一项是由陈公公。怎么了？今天轮到我当值，负责伺候太子，我要准备茶点，所以你是怕把衣服弄脏见不得人是吧？怪不得今天把自己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，原来是孔雀开屏啊！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孔雀开屏就是引诱人家跟自己那个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但只怕有的山鸡以为自己是凤凰。反正今天柴火都用完了，你要冲茶也得先烧水。什么时候砍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禀太子殿下，临淄郡王求见。哼，还不赶紧收拾一下！龙基，太子殿下，坐吧。太子，您的额头……哦，没事，不打紧。要不要给您推荐一种金疮药？我试过了，很有疗效。之前被跌打的疤痕已经痊愈了。我相信太子您如果用的话，应该会很快痊愈的。龙基，你这次前来，应该收到消息了吧？第8次了，这个月已经是第8次，那个女人否决了我的提议。今次，她竟然还要我谨言慎行，教训我一番，叫我处事要深思熟虑，不要为了贪图建功胡言乱语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太子，请您稍安勿躁。瑶溪道好不容易才拆毁了吐蕃在漾濞2水修建的铁索桥和城堡，同时还俘虏了3000余人，士气如虹，哪有不乘胜追击的道理？可如今，他们竟然要修铁筑济功，然后班师回朝，可恶！这还叫打仗吗？吐蕃乃是虎狼之师，放我归山必有后患。那个女人到底想把李氏天下弄成什么样才甘心？自己最大的敌人，不是任何人，而是自己的愤怒。沉着才能应然，何况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既然已经尽了本分，便不应再多想了。我是太子，我怎么不在其位？不在其位的是那个女人，她才不应该干涉朝政。其实你说的对，或许不在其位的，真的是我。虽然我身为太子，可那个女人从未将我视为皇位继承人。在她，又是你，给我滚！滚！滚！
小福，小福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就是因为这只钗。太子又骂你了？他没有骂我，但他叫我滚。你以为我不想滚啊？我早就想滚了，有多远滚多远。但是我能滚吗？一个失心疯的人，身边还有一群疯子，这简直就是活地狱嘛！姐姐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也一定会疯的。怎么会呢？你别吓唬你自己了。为什么不会？主子、仆人都欺负你、整你、害你的时候，你觉得人怎么可能还有自信呢？不会那么夸张吧？那是因为你没有留在那个鬼地方，所以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可怕。如果将来我疯了的话，姐姐，你一定要给我爽快的一刀，不要让我活受罪。不会的，那小福，你性格那么圆滑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他们折服，让他们变回正常人。更何况还有姐姐我啊，我都一直在你身边呢。但愿吧。小福，我们姐妹俩再怎么说也曾经是皇上皇后身边的人，不会轻易就这么被打败的。要记住，能够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。怎么你说话那么像那个人啊？谁啊？林子俊吗？你见过他？就是那个疯子让我滚的时候。啊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怎么这么称呼太子殿下？啊，对了，郡王爷的伤势如何？应该没什么大碍吧？他还帮那疯……太子殿下推荐金疮药呢。太子殿下受伤了？是被我砸伤的。你？他应该没什么事吧？回太子殿下，他没事。多谢太子殿下关心。太医说他得了什么病啊？请恕奴婢不敢直言。那就是妇女病吧？回郡王爷，舍妹得的不是妇女病。既然不是妇女病，那是什么病？不能宣之于口呢？如果太子殿下想知道的话，奴婢可以说，但唯恐太子殿下怪罪。你放心说吧，本太子在王爷面前保证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怪罪你的。那奴婢说了，舍妹因为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，以至于食不甘味，夜不能眠，
积劳成疾，心肝血虚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恐怕会得脏燥。脏燥？这是什么病？就是失心疯。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忠心服侍主子，绝无二心，但最终会被逼疯？请问太子殿下，能给奴婢一个说法吗？奴婢虽然没读过什么书，但也知道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太子殿下乃未来一国之君，如果连齐家都成了问题，那试问将来还怎么安邦定国？孟凡，你别这么说。太子也有太子的难处，很多事情都是外人无法明白的。是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这个奴婢不是不信，只是试问，这个世上又有谁没有难处？如果把自己的不快转嫁到别人身上，这又会是什么样的人？奴婢知道太子决意效法历代先帝，做一代明君。所以奴婢斗胆，恳请太子殿下放过舍妹，给宫中的每个人一条生路，不要把他们都给逼疯了。郡王爷，你笑什么？刚才你骂太子，也骂得太狠了吧？郡王爷说我骂得太狠，其实我对自己更狠。没错，你是在玩命，但不是每次都能幸运地逃过劫数。实不相瞒，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都对自己说，以后做事一定要谨言慎行。但是每一次呢，我都头脑发热，对自己之前做的、说的全都会忘记。那，你是想改变自己吗？我当然想改了，谁想玩命啊？我还很留恋这个世界呢。这个送你，这是我的独门秘籍。当我头脑发热的时候，就会用这支针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万事万灵。怎么，你不要吗？话是这样说，但是改了还是我自己吗？可是你反过来想想，任何时候有选择总比没有选择的好。什么时候用这个针，是由你来决定的。谢郡王爷洪恩。一支绣花针就换来一句洪恩，让人家知道了，还不把我给笑话死？除了绣花针呢，还有上一次郡王爷因为帮我而被榜上殿责打的事情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郡王爷呢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帮你和安乐公主？你又笑什么？我是笑你的直率和聪慧。你为什么这么看我？我很奇怪吗？不奇怪。郡王爷是皇上身边的重臣，心思缜密，不是我这个做奴婢的可以明白的。郡王爷，奴婢想回去照看妹妹，就先送郡王爷到此。好。哎，叫我啊！那个，别忘了。
孟福，你病好了吗？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啊？就是呀，这里有我们呢，你不用担心。不然你再回去多休息几天吧。我病好了，这几天麻烦你们分担我做的事情，有机会我会报答你们的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还当大家是自己人吗？哎呀，是不是你在气我们之前那样对你啊？其实大家心情都不好，不是存心有意针对你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家坐同一条船，如果不能同一条心的话，可能这条船会沉。我是这个意思。你明白这个道理最好。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。太子殿下，姐姐已经数落过奴婢了，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奴婢吧。起来吧。你再不起来，待会儿你又晕倒，你姐姐又要把这个责任怪到我头上了。起来吧。多谢太子殿下。孟风，那天我心情不好，本来想找做错事情的你骂一顿，借此发泄一番。可是后来我看见你劈柴的手不停地颤抖，我就不忍心骂你了。没想到你晕倒了，我去看你的时候，你姐姐数落了我一顿，她的言辞十分尖锐，着实令我难堪。但是后来我回心一想，错的人是我。当年太宗皇帝也是因为能够广言纳谏，方有贞观之治的盛世。我身为他的子孙，又怎能反其道而行呢？等到太子登基的时候，希望太子可以创造一个盛世。你是否觉得奇怪？为何你这次回来，那些宫女们对你是笑脸相迎，而不像往常那般对你百般刁难？原来太子殿下对我们下人的事情是这么的清楚啊！你姐姐还告诉我，修身齐家治国，方能平天下。她的话对我来说是当头棒喝，我怎能不听呢？你们之间的分歧都是因我而起，我已经给了他们赏赐，作为对我尽心侍奉的奖励，而我把这个奖励全都归功于你。为什么？就当做我把你吓昏晕倒的补偿吧。以后你在这儿，应该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。太子殿下言重了，奴婢承受不起此等大恩。好了，没别的事，赶紧去干活吧。是。你们都被骂了，在东宫侍奉的那些人反而成金戴银，这都什么世界呀？哎，但是他们之前也吃了不少苦头啊，就算是苦尽甘来吧。不过我觉得在这里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。你不是偷了什么吃的吧？昨天皇上设宴，明摆着他们吃不完呀，所以你就偷偷的藏了一点儿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孟凡在太子面前不要命，你却在食物面前不要命，那有什么的呀？不过就是糕点一类的东西而已。哎呀，你偷什么都是偷，这里的东西都是属于皇上的，你这是在偷皇上的东西啊！啊，你不要吓唬我嘛！喂！不会真的来抓我了吧？这里谁是管事儿的？大将军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昨天有谁接触过皇上宴会上的酒菜？怎么了？只管回答我的问题。
昨天只负责烧火。哦，他，就我们几个。好，点到的现在跟我走。小帆姐，小帆姐，啊，小帆姐，你不要去。不会有事的。啊，小帆姐。你们谁在饭菜里下毒？快说！下什么毒？难道昨晚酒宴后有人中毒？梁王武三思大人，昨晚酒宴之后不久，便腹泻不止，怀疑有人在他酒菜里下毒，图谋不轨。腹泻肚痛乃是常事，怎可因这种小病就断定有人下毒？这我可管不了。总之，皇上命我缉拿可疑之人，我便得奉旨行事。啊，皇上希望查出真相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大人也是奉旨行事，定会秉公办理。只要我们问心无愧，又怕什么？哈哈。不要让我们大家给你陪葬！对不起，姑姑。也不知道走了什么背运。我由12岁入宫到如今，一路风平浪静，无论出现什么风吹雨打，我都不会弄湿一根汗毛。可自从你来了以后，我就心绪不宁，预感有大事发生。姑姑，清者自清，你不要太过于担心啊。清者自清，深宫之中这种道理是不管用的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人们说呢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最好啊是吃一顿好的，就会好了。姑姑，你现在最想吃什么？你是在捉弄我还是疯了？这种时候，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。姑姑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说认真的。你最想吃什么？哎，不如我给你拿点鸡腿来。来人呐！哎呀，你要放，等我们安全离开之后，你慢慢放，不要连累大家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干什么，孟凡？喊什么？我们还没有吃饭呢。找死吗？大呼小叫的。我们还没有吃饭，多给我们送点鸡腿来。哼，吃鸡腿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？如果你们不给我鸡腿的话，我便撞墙而死。哼，像你这种怕死的人，也不急在一时了。好啊，如果要死的话，我今天也要找你垫背。有人陪我上路，也不用太寂寞。若我真的死了，你能担得起吗？失职之罪，你一定免不了。万一说你杀人灭口的话，怀疑你跟我们是同一党羽，你说后果会如何？你都说我是与鬼为邻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早死一点，还不用受酷刑。哎，你还是乖乖的给我们送点鸡腿来吧。我要盐焗的。你算你狠！三公子，查到了吗？梁王的确腹泻，不过看上去不太严重。果然是不出我的所料，这个老匹夫是不会用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。他这次腹泻，难道真的是那晚宴会有人存心害他？他不去害人就已经天下太平了，还有谁敢去惹这个老匹夫？这我就不明白了。他这次肚泻
是刻意安排还是意外吃错东西，这并不重要。就算是没有这次意外，他早晚也会刻意制造意外。那他想得到什么结果？他可以趁机测试朝中各人对他的态度，究竟是站在他这一边，还是站在和他对立的那一边。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，难道他还分不清是敌是友？人心是最难测的，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过，本来已经对一件事情做下决定，但却不断的改变主意。当然有，不过他不停地衡量个人心思，这是老奸巨猾。而且这是一个快捷的方法，不用逐一打探。此时此刻，谁站在自己这边，便是一目了然的事情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这次分清敌友后，就要开始有所行动？这也说不定。今次恐怕最倒霉的，就要数那群上食局的宫女了。对了，当天的食谱拿来了吗？都在这里。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拉肚子，去找太子。王爷，奴婢参见郡王爷。看来天牢的饭菜也还不错。我今天是专门奉太子殿下之命，来问个始末的。我们是清白的，求郡王爷代为转告太子殿下。那天的菜谱是谁做的？是奴婢。那天的菜谱里面，我看到了香蕉和蜂蜜。你不知道香蕉和蜂蜜一起吃会中毒的吗？本来是没有蜂蜜的，是梁王带来的，说是东阳的一位和尚奉献给梁王的，所以梁王希望大家一起品尝。那就是不关我们的事了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既然当晚大家吃的是同样的东西，为什么只有梁王一个人中毒？这个奴婢知道，因为奴婢给皇上、还有皇后娘娘以及各位大臣送上香蕉等水果的时候，其他人都没有吃，只有梁王吃了。岂有此理！他们竟然说本王自讨苦吃，与人无忧。哼！别息怒，下毒谋害这种事，谅他们也不敢。我是想去做个好人，所以我才给他们带去蜂蜜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我拉肚子。只是囚禁了一个老宫，你就算交代了？皇后现在是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我们本来想趁此机会把事情闹大，升起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，可没想到火势未猛，就已被扑灭了。爹，不如我们……还不是时候。爹，我们再不展示实力让他们害怕，恐怕他们就要踩到我们的头上来了。您想想，张柬之他们那5个老匹夫不断要求皇上来对付我们，敬辉更是上表奏请皇上，叫我们武氏诸王为公。这5个老匹夫，迟早会收拾他们，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就是，爹，是因为您现在兵权在握，皇上、皇后他们有所忌惮，想暂时安抚我们，所以静待时机。他们是要静待时机，就算他们想对我下手，现在也不敢。大家都是投鼠忌器，所以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之前，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。那我们就要受如此羞辱，不还以颜色吗？上次是他们给了我机会放火，下次我自己创造机会。我就是要不停地给他们制造火情，看他们是否救得过来。小姐，你在下棋？嗯。那为什么只有棋盘不放棋子啊？棋子全在我心里。人就一颗心，
又要思考取胜良策，还要分析墨迹棋子位置，会不会太累啊？人这一辈子，要说心是最累的了。打出娘胎后，它便不停地跳动，我们才时时刻刻感觉到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。要是心不累了，人也完了。说的也是啊。这可是处世之道，人就是因为累了，才可以在人海之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小姐教训的是，不过小月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不放棋子？放置棋子，这不是更容易思考吗？没错，那样的话，我可会产生依赖，就不一定会记得人家走过什么样的棋，出过什么样的招数。一子错，满盘皆输。说得好啊！一子错，满盘皆输，你可要记清楚了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婉儿啊，看来你的棋艺是渐入佳境了。谢皇后娘娘夸奖。小月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请问皇后娘娘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婉儿啊，我确实有事找你。你知不知道梁王的事啊？要说梁王中毒一事，婉儿略有听闻。这次梁王，他把小事化大，除了想展示自己的实力之外，分明是想试探皇上对他的态度。幸好事情很快平息了，要不然这矛头一定会指向我跟皇上。我相信，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说怎么办？婉儿记得，在我小的时候养过一条狗，它本性温顺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可是有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它突然性情大变，只要一见到我，便向我犬叫。那是为什么呀？后来我发现，原来是我新养的一条狗常常欺负它。之后，我就把那条狗送给了别人。很奇怪，没多久那条狗性情又变回温顺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它被欺负，我是始作俑者，所以只要它一见到我，便会对我犬叫。杀了他们？不，皇上你误会了，不是杀他们，而是封他们爵位。这明摆着是明升暗降，在削弱他们的实力嘛！这无异于把牛偷了脚之后送到武三思那个老虎的嘴里。哎呀，皇上，以后的事儿谁也不知道，至少这样做对皇上有好处。武三思消气了，也就不会再无风起浪了。皇后，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至少暂时他不会有何异动吧。武三思如今虽然心怀叵测，但他羽翼未丰，不敢轻举妄动。那我们只要顺着他的意，把脱了脚的牛送给他，让他觉得我们因为害怕所以讨好他，这样他就会轻视我们。这个办法是对付他最好的法子。皇上宅心仁厚，天下皆知。但凡事要适可而止，否则就是妇人之仁呐。话虽如此，但当日若不是得到张建之他们5人相助，朕也未必能够顺利登上宝座。皇上登基乃是天命所归，就算他们帮了一把，没有他们，你照样能登上皇位呀。皇后，你这样说也未免太薄情了一些。好，就算皇上说的有道理，是他们帮了一把，可能也是上天派来叫他们帮您的，对吧？
皇上乃是天子，天子，那就是上天的儿子，那都是上天的定数，这一切都是天注定的。皇上，你不要觉得亏欠他们。容朕考虑一下好吗？皇上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如果你周全了他们，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因此多活几年呢？反之，要是皇上因此失去了天下，那值得吗？皇上？皇上，你要是不愿意担负这个名声，那就由臣妾来承担吧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这到底是为何？王爷，我朝什么时候废了君臣之礼啊？见过皇后娘娘。这是为何呀，王爷？本王刚刚得知，张柬之、袁术吉等人又得皇上封宠，加官进爵。到头来，那你是来这儿质问本宫的？皇后娘娘误会了，本王岂敢质问娘娘？本王是来讨教学习的。只希望知道他们到底为国为民做了什么事，让我这个老糊涂能够明白。本王不图像他们一样加官进爵，只图不辱皇命。有时候啊，不做不听不闻，恰恰也是为国为民。本王愚钝，还望皇后娘娘明示。王爷，来，请坐。王爷深明大义，怎么连本宫的意思都不理解呢？张柬之他们虽然是得了封赏，可他们这样却不能继续留在京城。哎呀，这样一来，我跟皇上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也听不到了，还有点不习惯呢。如若不封赏他们，那他们就会留在京城不走。王爷，难道你也和我们一样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不习惯吗？哎呀，话说回来，他们也是时候放下重担了。我看他们弃兵权的时候，都是一脸的轻松。也是啊，你说，现如今天下太平了，还要那么多士兵围在身边干什么呢？有什么意义呀？难道还怕有人会行刺？本王佩服娘娘，本王定当竭尽全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王爷如此忠心，真是百官之表率呀！怪不得皇上要赐你免死铁券。我也想不通啊，我也猜不透皇上的意思。他为什么不送你金，不送你银，不送你财宝，要送你免死铁券呢？难道害怕王爷会去刺杀这些公卿大臣？老臣明白了。你为何要把张柬之他们调离京师？他们不是得到了封赏吗？他们既然已经有了要职，当然要离京上任。你少给我装模作样！
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本宫怎么说也是你的母后，是一国之母，你竟然用这种有悖伦常的态度跟我说话！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说到别处去，正义不彰，为了一己私欲在宫里胡作非为，你这样做如何服天下？你说，本宫怎么胡作非为了？同一时间，他们5人手里的实权被削除；同一时间，他们5人被调离京师。即使是以小孩的智慧，也能够知道这是明升暗降。有人想要除掉他们，他们可是帮助父皇能够复位的功臣呢。是啊，他们是功臣呐，就因为他们是功臣，才奖赏他们呢。我跟你父皇何错之有？武三思这个人，浪子野心，满朝文武百官谁不知他心怀二心？唯有张柬之他们忠心耿耿可以信任，而你却将他们调离京师，摆明居心叵测。你越来越过分了！这厢你把5人调离京师，那厢你却给了武三思免死铁券，你摆明护着武三思，让他能够为所欲为。太子的推测，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嘛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想周全？武三思他对你父皇的位置那是虎视眈眈，那5位大臣对你父皇来说等于是护城河。如若现在与武三思硬来的话，那你父皇等于是挺着胸膛扑向武三思的刀子，你懂吗？行了，不用再说了。你父皇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太子？太子殿下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张柬之他们5位的确就是保护皇城的护城河。武三思当然希望他们消失，可是如今皇后娘娘最忌惮的未必就是武三思。那会是谁？太平公主。姑姑她一向城府颇为深密，而且她的野心绝不在武三思之下，可手段却比武三思高明。张柬之他们根本就算不上是姑姑的对手，为今之计，也就只好拿武三思来当护城河了。所以母后，她是拉拢武三思，以防姑姑有所不轨。既然已有新的护城河，旧的护城河当然是过河拆桥，置之不理。不行，我这就去揭开他的假面具，看他有什么话好说。太子殿下，你找他理论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？他如果想跟你诡辩的话，纵使你有1000万个理由，也无济于事。就像这样来来去去，伤不了皇后分毫，反而会让人认为太子你认为我什么？只怕人们会认为太子殿下处事未够世故圆滑，只会停留在小孩之间的口舌之争上。您说的没错，他是一个不要脸的泼妇。如果我跟他吵起来，那我跟泼妇不也一样吗？可如今父皇全听他的，我能怎么办？不能动口，那我便动手。你什么意思？如今那个泼妇根本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倘若我带兵入宫，将他一举诛杀，然后再求父皇对付武三思，我就不信此举不能将他们2人连根拔起。千万不可！我知道这么做有凶险，可要成大事，风险是无法避免的。虽然说天有不测风云，但是太子殿下，你一定要审时度势，有些事情还是可以预测的。请问太子殿下，目前还有多少兵力？我知道我的兵力不足，但倘若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带兵入宫，一举成功，武三思能奈我何？太子殿下有这个想法，武三思同样也会有，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？哼，他敢！我在皇城内广布眼线，他要敢带兵入宫，我就……我能广布眼线，他自然也能。
我这个太子，想想也真是笨呐，连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到。龙吉，幸好有你在我身边，对我事事提点。太子殿下这么说就言重了。殿下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日理万机，所以才会挂帆漏衣，怎么会像我这种闲云野鹤之人呢？可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就算今天不动手，明天也得动手；明天不动手，后天也得动手，否则只能坐以待毙。小福，姐姐，你们聊一会儿吧，但不要太久啊。多谢王公公。嗯。姐姐，你有事找我？只是经过，看你站在殿外，还以为你又被太子责罚呢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有，太子虽然喜怒无常的，但是他说话还是算话的。其实呢，他对我们已经比以前好多了。当然了，他是未来的皇帝，金口一开就不能随便改了。对了，那你跟王公公为什么都站在殿外，而不在殿内侍奉他呢？我们原本是在殿内侍奉的，但是因为见到临淄郡王来找太子，太子就跟他说有关皇后娘娘吵架的事情。我想临淄郡王应该是怕太子失言，让我们听到一些不该听到的东西，所以便吩咐我们殿外守候。郡王爷真是个好人，他这样做是想保护你们。见过郡王爷。免礼。孟福，姐姐，我要走了，回吧。道教。喝酒伤身，太子还是少喝为妙。酒能伤身，可只伤我身；但弊政却能伤天下，伤尽天下百姓。奴婢的爹就是因为弊政含冤而死的。对不起，这不关太子的事。百姓是不会怪太子的，所以太子也不需要太自责了。可恨母后把持朝政，可恨武三思结党营私，但是最可恨的，却是我这个太子只能束手无策。你叫我怎么能不自责？